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ie，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的视频呢，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平常逛的一些比较多的韩国小众设计师品牌。那首先第一个聊到韩国设计师品牌，不得不说的一定就是 Dance 的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其实我买过很多次，在我频道也分享过很多次。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件，也是他们家的一个 statement piece， 这一件特别像 Celine 的黑色金扣的夹克。那它也后来也出了白色为基础色的一个夹克。Dance 他们家呢，你就可以找到非常多极简的一些设计单品，各式各样的大衣啊、polo 衫啊、毛衣啊、裤子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 Dance 里面找到。基本上你想到的那些Celine风的穿搭风格的单品，都可以在这个品牌找到。这个品牌还有一个一大优点呢，就是我觉得它是比较难得的，韩国的这些个牌子里边会有这么多码数可以选择的一个品牌，不会局限于说给某一种身形的人穿。它有两条线，一个是给女生的 Dance for Women， 还有一个 Dance for Men。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两条线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差别，我觉得他们家设计的单品都是会比较没有什么性别上面的区分的。然后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跟 Dance 一样我买的还蛮多的一个品牌，叫 Front Row。Front Row 这个品牌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那些小香风的长夹克，那件也是他们家很火的一个单品。他们家的大衣啊，然后还有 Front Row Premium 它这个系列呢，我觉得都不错。我之前入手过他们家一个燕麦色的大衣，整体质感很好，光泽也不错，然后长度来讲，对于我这个个子而言呢，也会比较合适。他们家也是有尺码区分的。Kinder Sandman 他们家的整体风格对于我来讲呢，是比较 The Row 极简性冷淡风的。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主页，整体的用色呢是会比较的简单，然后没有说很夸张的设计，比较注重在剪裁吧，版型啊什么，我觉得都不错。但是呢，他们家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个子比我再小一点的女生，可能他们家的长款的大衣会比较的难以驾驭。那如果你觉得前面那一些都太过于简单，然后没有什么设计感，然后你又不想太花里胡哨的，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Fat Cat Pattern 这个牌子。他们家在颜色方面选择呢是会比较的好搭配，然后整体的饱和度都不是太高，然后剪裁跟版型方面呢会比较大胆一点，会有一点点廓形在里面，不会说很修身的一些版型。那我觉得他们家的最近出的这几件衣服呢都蛮好看的。还有就是莫寒这个牌子呢，如果你们不熟悉的话，我相信你们多刷应该也会见过类似这一件皮毛衣。我觉得它这个皮毛衣体呢，我有入手过，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他们家走的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然后是有一点韩式简约风的感觉，不会是那种很大牌的剪裁设计，但是绝对是属于是普通人穿，不会让人觉得是衣服在穿你，而是你在穿衣服的那种感觉。Nothing Written 这个牌子呢，其实在韩国代购圈里面特别的火。我个人呢是想跟大家避个雷，他们家的衣服呢看上去都很好看，照片拍的也都很好看，整个的氛围感、剪裁设计我都很喜欢，而且都是那种 less is more 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家的衣服要挑，有的衣服的上身的舒适感是很差的。我之前有下单过几件毛衣，觉得非常的渣，就退掉了。但是呢，有一些个它可能比如说像衬衫啊，或者像背心啊这样一类的单品，就是不是太贴肤穿，不会像毛衣一样有一个非常亲肤的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些个单品买回来穿一穿还是很不错的。接下来呢，是我最近还蛮喜欢的一个牌子，他们家有一件单品是我去年就入手的，是这件皮衣，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个人觉得是属于在极简跟复古中间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剪裁版型什么的我都很喜欢，然后包括这件皮夹克上身的一个感觉，皮质的这个柔软程度，它虽然是素皮，但是它的柔软程度、光泽什么都很不错。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版型我很喜欢，肩宽于我来讲是刚刚好的一个 size。那他们家就是同款的皮夹克呢，我还入手了一件就是这种夹克，之后到手了还会再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件他们家的版型真的是很好看。然后接下来这些呢，就是稍微的比较有一点点复古感，然后比较有点潮牌的感觉在里面的。首先是这个 ENK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这种复古精致感。他们家的东西呢，其实价格不便宜，但是呢，我有在折扣的时候入手过2-3件吧。我个人觉得 ENK 他们家的东西是可以折扣的，
时候入的，质感质量都很不错。像这种复古精致感，我觉得你但凡是买一些稍微比较廉价的一些材质的话，会让这件衣服看起来很掉价，然后你整个人穿上去之后呢，质感也显得很邋遢。但是他们家的用料啊，包括五金啊，包括衣服上面的这些材质啊、毛线啊选择的，都会让人家觉得哇，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很贵，然后整体穿上去的质感都很好。还有一个也是大家比较熟的品牌是 Low Classic， 我前2年买的比较多，但这2年他们家涨价了，风格开始有一点点往鬼马的方向发展，就比较潮酷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比较少买了。但前2年买的那些个西装啊，然后包括衬衫啊、套装啊，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是很实穿的一些个单品。还有 NO 这个牌子呢，我一开始最早买的是他们家的一个格纹的比较复古感的羊毛西装，这件西装也算是他们家很火的一件单品了。整体的风格呢，颜色呢选择的都会比较的暗一点点，颜色的饱和度呢也稍微的比较高一点。我觉得他们家这一系列的这个羊毛西装都是很值得推荐的。然后他们家最近也出了几件外套，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CN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韩国牌子的一个风格，对于我而言啦。他们家是有一点美式复古风，毛衣啊、卫衣啊，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一些个选择。个人觉得他们家的卫衣还不错，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卫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品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牌子是我觉得卫衣做的很出挑的，那他们家呢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大花花，有很多不一样的关于这个大花花的延伸。他们家之前还出了一个狗狗的版本的卫衣，那件也很火，也很好看。之前 W Concept 他们家一直都好像没有说进他们家的货很多，版型选的款式也不多，但是最近我发现他们家大批上新了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这个牌子，可以去 W Concept 上面看一下。另外一个是蜕变了，就它从有一点点复古风，现在整个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它是更像一个街头潮牌风。Open YY 它以前的名字是叫 The Open Product， 他们家的衣服呢都会比较有个性，但是缺点就是他们家的衣服都是均码，但是大概在1.6到1.7米区间的女生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最后2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牌子，我觉得他们家比较难以定义，但是平常也是会去逛，一个是 Voca Voca， 还有一个是 Ois Maisonnin， 就这2个牌子，他们家的东西呢，我觉得是属于是比较赶时髦，特别是那个 Voca Voca 他们家的这些个芭蕾舞配袜子啊，然后整个的比较 Miu Miu 风的单品就可以在这里很容易的找到。那接下来是来跟大家分享鞋啊、包啊这些的东西。包呢，说2个牌子想要跟大家着重推荐的，一个是 OSOI， 这个牌子不用我多说，他们家经常会出这些让人家记忆点特别强的一些个包包，可以很好的去给你穿搭增添一些色彩，颜色选择也非常多，包包质量也很不错，我之前也入手过了，所以我是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OSOI 他们家的鞋子呢也蛮舒服的，靴子呢是重点推荐，但是 OSOI 他们家涨价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还是蹲一蹲折扣，或者是用我的一个9折的无门槛折扣码去进行购买，会稍微划算一点点。我平常自己买 W Concept 呢，我也是会用这个折扣码买的。然后还有另一个包包呢，是我最新发现的，然后我一直在想要入手的是复古的法棍包、腋下包。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麂皮包包啊、亮皮的巧克力色长棍的包包啊，这2年绝对就是你在各种时尚达人身上都可以看见，而且它其实搭配度真的蛮高，它的容量也是很不错的，你长长的手机也是能放得进去的，所以这是我最近很种草的一款包。这个呢是鞋子就是 Make Mock 这个品牌，那他们家我在夏天的时候入了一双小香风的鞋子，我觉得还蛮好穿的，它不硌脚，薄的一双鞋子。那冬天呢，他们家也有出各式各样的靴子，包括这种 Miu Miu 平替的靴子都有的，所以大家如果流行元素的靴子买回来做搭配的话，然后又不想要它太难穿，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品牌。好，那我今天其实声音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感冒声，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
最近这种流感的季节可以好好的就多穿一点，出门千万不要着凉了。那非常感谢视频前的你这一年对我频道的支持。那在视频的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年终抽奖，我会在我的 YouTube 频道呢抽出1位小伙伴，送出 Diptyque 这款室内喷雾，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味道。那如果呢你想参与这些抽奖呢，也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点赞这个视频，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你觉得你2023年最棒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任何你关于2023年想说的话。那我会在1周后呢，在 YouTube 频道抽出1位小伙伴，送出这个礼物。那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我频道的支持。那希望2024年呢，我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视频。我是 A 琳，我们2024年再见，拜拜。